我是虚弱 Tuber 露露露。这次要带来的是横长机关阵列的单人讨伐攻略。这个新的盗气 BOSS 虽然长得有点像无相家族，但却比较像是人为的一种机关，类似于击守卫，有可能也是出自于凯瑞亚的造物。而初次遇到横长机关阵列，可能会被他琳琅满目的招式和遗迹机兵给搞昏头，但也不用担心，只要看过洛洛的招式拆解和应对技巧，就可以轻松一波啦。本次也会分享关于横长机关阵列的4个隐藏成就，不管你有没有完成，都可以顺便检查一下。那如果还没有解开横长机关阵列附近的锚点和副本地前往方式的话，也可以参考先前洛洛制作过的影片。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先订阅一下哦。横长机关阵列的攻略难度不难，技能也不复杂。若没有带护盾角，稍微需要靠一点反应。BOSS 主要会有2个阶段，一个是与本体的对战，另外一个则是出现分裂体的对战。BOSS 会在本体无敌的情况下召唤出4只遗迹机兵，4只遗迹机兵中只需要注意有光环的那只击杀，就可以消灭全部的遗迹机兵。击倒后会让 BOSS 本体有长时间的瘫痪时间，这段期间也会有异伤效果，可以把握这段期间输出。若瘫痪时间没有击败本体， BOSS 会再重组回到第一阶段。重组完 BOSS 也不像无相家族会回血，因此不会太难打。首先要知道的是，横长机关阵列是一只物理抗性极高的 BOSS， 高达70%，因此如果带误伤角色当主 C 的话，可能会有点抓痒痒。建议是带元素伤害为主的角色。稍后洛洛会带来关于国家队和双眼队的打法，重点就是能够大量且快速的元素爆发队伍，又或是硬邦邦的给它磨过去的就行了。另外也因为在 BOSS 召唤出4只遗迹小兵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混乱，不同小兵也有着不同的范围技能，若是全部一起涌上来的话也不好闪躲。建议这阶段可以带个钟离之类的护盾角色，专心对有光环的小怪输出才比较不会死。若是觉得小怪伤害太高，也可以在这时候开大把小怪一次带走，等到 BOSS 瘫痪后就可以放心料理它了。BOSS 会变成一个火箭往天上飞，坠落地面时会造成伤害，坠落前可以观察会有红圈，范围不大，可以直接往外闪，或是看到红圈出现有3圈的时候冲刺闪避。BOSS 会变成一把巨型大剑，大范围挥砍，攻击范围很大，伤害也蛮痛的。建议看到剑的形态时，往 BOSS 的右后方剑柄的位置冲刺闪避。BOSS 会变成一个圆形的链锯，从变形到攻击的时间有点短，闪避的反应要快一点，可以在变形的当下冲刺闪避，绕到 BOSS 的后方或是拉开距离。BOSS 会锁定你在的位置脚下出现锁定红圈，可以在看到3个红点快要汇集成一个红点的时候冲刺闪避。BOSS 会变成像花一样的放射形态，接着就会从中心喷射激光，稍微等个0点几秒再冲刺闪避一次，后面正常速度跑步就可以无伤闪过。一般来说方块不太容易出现，除非你离 BOSS 很远，它就会变成方块翻滚过来，大约滚个8到12次，最后来一次大力的爆炸范围重击，重击要回到场中央，伤害很高，没事不要站太远。BOSS 分裂状态会有4只遗迹机兵，共有4种形态，分别是大岩蛇、玛瑙水母、巨鲸怪和小刺怪。不同的小怪有不同的技能，有远程普攻和近距离范围技。这些技能掺在一起时会变得有点复杂，因此最好过程也是有护盾角或是能够尽快击杀的强力爆发角色。大岩蛇比较需要注意的招式是地下会有出现黄圈，接着会把你往中心吸引，并且持续造成伤害。若要攻击大岩蛇的核心弱点，要趁它开花或是朝地下再转头的时候，朝发亮的中心攻击。小刺怪的招式比较偏向远程为主，蓄力发射激光，蓄力时会出现核心弱点。巨鲸怪的攻击也是比较偏向远程，同样的蓄力发射激光，蓄力时会出现核心弱点。另外则是替自己做一个防护盾在自己身前。玛瑙水母的招式比较简单，是透过头顶蓄力发射，核心会落在头顶上，另外也会在场地上放置电球，若角色不小心踩到会扣血。首先以双眼队上场示范，凝光为单体主要应付 BOSS 未分裂阶段，满命诺埃尔则是应付群体小怪来大扫除，同时有护盾能保护自己，并边普攻边回血。开场可以先让凝光用玄机瓶做个屏幕加伤害，而后出现激光锁定，看准红心要汇合到中心时冲刺闪避，在下个招式出现时都会有一些时间可以稍作输出。出现巨剑往右后方闪避，接着又看到火箭，看到外圈出现3圈红圈就可以按下冲刺闪避，而后出现激光雷射，刚刚做的玄机瓶派上用场，若刚好一时反应不过来可以挡个伤害。接下来是重复的招式，并且进入分裂状态。若这边自己的队伍打得比较快，大约打到 BOSS 血量1/3时会锁血并进入分裂状态。
分裂状态就是让满命诺尔上场的时候，遗迹机兵刚形成时会有一小段时间无敌，只要找到有光环的遗迹机兵靠近它即可。接下来就是女仆的大扫除时间，扫除完之后，等女仆的大招结束，也刚好剩下 BOSS 瘫痪，可以再切凝光回来输出。最后就是重复前面的输出循环了。补充一点是 BOSS 这边重组时也是可以输出的，可以不用等他表演。是走元素爆发为主的国家队，这里的国家队是将重元换成砂糖，能够降低 BOSS 元素抗性，主要就是靠4个角色的大招狂开狂循环，并且国家队的优势在于很多角色的大招一下就可以满了，因此有时候想要躲避死的攻击时，也可以开大招躲避，就算没有护盾的情况下，击杀小怪也是没问题哦。横长机关阵列 BOSS 有4个成就。第一个很简单，只要在多人模式和其他好友一起完成击杀就可以了。2.0 新增了很多多人模式的成就，应该是官方想要鼓励大家多多联机吧。明神岛作战需要击败处于虚弱状态下的横长机关阵列，我们可以先将 BOSS 打到残血，或是确定可以一发核爆带走的血量后，等候分裂状态把有光环的机兵击倒后，让 BOSS 身上有异伤状态，迅速带走就可以获得成就。要击倒的是瘫痪状态的机关本体，应该蛮多人第一次打机关阵列就拿到了。再来是机缘突破，需要使横长机关阵列的4个小兵都瘫痪后，并击败横长机关阵列。在 BOSS 分裂状态的时候，观察遗迹机兵要放招前身体中心的核心会发亮，要攻击那个核心弱点就可以让遗迹机兵瘫痪。不同的遗迹机兵虽然形态不一样，但是核心大多都是在中间，可以用弓箭普攻射，或是刚好比较矮小的机兵也可以靠中离长翼的震荡波击中到核心。按照顺序注意每一只都要瘫痪到，若后面有复活也不用理它。另外也要注意不要用力过头就把有光环的机兵打死咯。这个成就主要是在不击败任何小兵的情况下击败横长机关阵列。BOSS 分裂召唤机兵的状态大约会有3分钟，只要在这3分钟不击败任何小兵，等候机关本体重新组合后再击杀就可以完成。若是单人模式的话也可以很简单，在分裂状态下按 B 打开背包，接着去泡一碗泡面，等个3分钟再切换回来， BOSS 就会重新组合了，最后再击杀就有成就咯。以上就是关于横长机关阵列的平民讨伐攻略和4个成就达成条件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肉肉们。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肉肉都会一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实用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肉肉帮会员，并成为正式帮众。最后喜欢肉肉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喜欢，给肉肉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《原神》，每周一的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训肉 YouTuber 露露露，我们下次见喽！